是唐湘玉。哇，还真是红气养人哈！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女团来了。我今天都想，要不然直接我们13个就成团算了。比什么赛？这个比赛把我搞疯了。哦，我虽然进了，但我每次分数都不高。上一轮我就觉得是时候拿出我最好的段子了。玩什么田忌赛马？我要惊艳所有人，可太惊艳了，倒数第一。下台我就哭了，当时黑灯在我旁边，他也没说啥，默默地去给我拿了饭。平常都是我给他拿饭，我哭得更大声了。这什么行为？乌鸦反哺。那我得吃啊！打开一看，拿2盒菜没拿饭，啥意思？我这么菜吗？脱口秀这碗饭我吃不上了吗？很敏感，也很脆弱。我那几天根本听不得倒数第一这几个字，碰到个3轮车倒车请注意我都听不得。我说有什么可注意的？他一直很努力，一直往前冲，就是倒了一下，有什么可注意的？师傅说，要不你还是注意一下吧，快压你脚了啊！能听出来我性格特别的要强，也经常内耗。为此，我还去医院做过那种心理测试，我怕测出来我有病，提前在家刷2套模拟题，是不是很要强？为啥是2套呢？因为第1套做出来真有病。医生就说了，说你放轻松，你要知道你没有那么多观众。我说我有，你才没有。我当天就换了小璐姐的医生，我也想当超一流女演员。好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一点儿也不松弛。我从小受的教育就很难让人松弛。我爸经常跟我说要争气，啊，虽然咱比人家穷，但咱不比人家差。我说咱主要是不诚实。怎么不比人家差？咱连学费都交不起，每次都要拖几天。啊，老师问我啥时候交，我说不着急。我虽然没有交，但我也没有学。人穷志不穷，一点便宜不占。但我成绩还挺好的啊。老师都感慨说，人唐湘玉家里这么穷都不放弃，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？同学们面面相觑，什么理由？不努力还要理由？他努力不是因为他家穷吗？我说你可小点声吧哈。学校呢很重视我，经常让我去做那种励志演讲，我讲完他们就哭，也不捐款。我都这么穷了还消费我。青春期的自尊心格外的强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好好努力考第1名，让人家忽略掉穷这个光环，都已经是个光环了啊。我发了很多奖状，还上了报纸。结果那些奖状和报纸都要强调一句家境贫寒，我越努力我家越贫寒。有一些为了煽情写得很夸张，几乎把我写成了孤儿。我爸看了报纸说，咱家这么惨吗？我说爸你知足吧，下一篇都没有你了。家里都求我说别再去演讲了，想要啥给你买点啥行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要了一件棉服，有毛领子那种。毛领子什么概念？我们班花就穿毛领子的，我天天穿。开春我不是班花啊，开春了太热，把毛领子卸下来，缝在校服上也要穿。那时候就有人开始传，说初3有一个座山雕，很时尚。这就是我的青春。我的青春也不是全是伤痕啊，全是伤痕。我本来以为也就这样了，不会有什么故事了。直到有一天放学，我遇到了一个骑鬼火的少年，他跟我要钱。我说你可真是有眼不识座山雕啊！你是不是穷疯了？我什么身价？
只要我略施小计，我可以让你给我捐钱。他当时那个表情啊，就是这个女孩好特别，见过横的，没见过又穷又横的，被我怼得面红耳赤，整不会了。我骑上摩托这么穷就跑了。我说你说谁穷？那3轮车嘲笑我，摩托车也嘲笑我。1周之后，他来跟我表白了。这有什么好意外的？《流星花园》没看过吗？像我这种贫穷、倔强又耀眼的少女，一定会引起道明寺的注意。唐三太表白很用心啊，用的是当时最流行的方式，围了个心形，点蜡烛，很浪漫。但用的是家里停电时候那种白蜡烛，起鬼火还点鬼火。老远一看，我寻思跨火盆呢，毛领子差点给我点了。我没有答应啊，肯定不能早恋，后果太严重，万一被发现了，全校通报怎么办？通报上又写家境贫寒怎么办？这事儿呢都已经过去很久了，距离上一次比赛也过去半个多月了。我已经好很多了，我现在非常松弛，能看出来吗？你能看出来吗？我已经想通了啊，倒数第一怎么了？那至少还没有淘汰，3菜就算菜，还能继续比赛，还在桌上就有饭吃。我把今天当成我最后一顿饭，我使劲吃，我不光要吃饱，我还要吃好，我不光要3菜，我还要1汤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哇，总决赛就是刺激啊！这家伙把我搞得跟飞行嘉宾似的。我们节目也播了好几期了。前几天我爸给我打电话，说现在镇上、县里、市里都在找我。我一下就慌了，这是要通缉我。我没提家乡名字呀。他说你得提呀，你这不是白宣传了？我说我没宣传呀。你要不要看一下节目？我一句好话没说。家丑过羊也可以叫宣传吗？高情商这一块还得是山东人哈。跟我说还要来采访他，怎么教育的？我说有没有可能人家说的是你怎么教育的？是不是太自信了？就好比哪吒闹了海，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打上门了，李靖说我不接受采访，海鲜也拿回去。根本听不进去，已经飘了整个人。当天就把自己的微信名从天道酬勤改成了香玉爸爸。我说怎么着，爸爸，你不想努力了？反正家里觉得能上电视那就不是一般人，一般人得惹多大事才能上电视？我爸都让亲戚来我家看电视，看我比赛的视频。人看了半天说：“哎，这不都是骂你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啊，这不也有骂你们的吗？”我还挺担心他们看到的，我妈也很担心，担心看到我火了，亲戚来借钱。我说：“咱先把借亲戚的钱还上，行不行啊？”我们家族这一次也是异常的重视，拿出了最高礼仪，按照之前的约定。说每上一个节目，家谱上就给我加一个括号。今年在我名字那一行，加上了喜剧之王。周星驰老师做梦都想不到，这辈子能上我们家家谱。我自己这边啊，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反馈。每一期播出，都有一些男网友给我发私信，要娶我。为什么？我明明讲的是不要催婚，怎么就成了征婚？是咋理解的呢？就女生说不要就是要，他不会以为我在欲擒故纵吧？这都啥年代了？女生说不要那就是不要啊！不要不给我投票啊！啊，现在就投，我不要男票，我要票。
当然了呢，也有那种很真诚的人啊，他说很喜欢你，但感觉驾驭不了你。听听这个用词，驾驭，我还以为离开职场我就不是牛马了呢，没想到到处是牛仔啊。类似的还有什么？好怕降不住你，你还怕降不住我，我都没怕克不死你呢。就关键这些私信，我每次都点开，因为它开头写的很官方，什么唐女士您好，何时有空啥的，我以为是商务，没想到是家务。我好好给你演出，你想一出是一出。我做错什么了要当我老公？也不是不能商量哈，主要这关系发酵的太快了，一下子太甜我也接受不了，我还是喜欢自然一点，慢慢来。微微发酵就挺好，就像统一无糖春福绿茶，里面的绿茶创新采用微发酵工艺，带来温润自然茶香，真的是恰到好处。这个商务也是恰到好处，真的爱我你就给我商务，钱在哪爱就在哪。但是呢，我说实话哈，真的要说真的。我承认我也驾驭不了男人，你看我这么能，我也驾驭不了男人。你别说驾驭了，我有时候都理解不了他们。就前段时间流感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个很暖心的热搜，说老公误把酵母粉当感冒药给老婆喝。酵母粉是想把老婆也微微发酵吗？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就黑灯都干不出这种事儿啊！有些评论更加的迷惑，说：“哎，算了算了。”我老公也这样，我老公还给我喝过期的呢，这怎么还卷起来了？笨蛋老公爱上我。更有甚者说习惯就好，大猪蹄子常规操作。我最不理解大猪蹄子这个词，明明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，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糯叽叽呢？猪蹄子可没惹，不要丑化猪蹄子，人家没有这个猪脑子。但我不敢想象这个事儿如果是女人干出来的，评论区得是什么样？那可能不是大猪蹄子，那得是小金莲子。大郎，起来喝酵母粉了。咱们家做炊饼的，这玩意儿管够，多喝点儿。这么多年你也该发起来了。好像再离谱的行为啊，放在男人身上就容易被原谅，甚至有点可爱。但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啊，这是一种歧视，我觉得对哥哥们很不公平。我心疼哥哥，这就是在害哥哥。还常规操作，你不说他，万一他给自己喝，喝成了教父；万一他给领导喝，被领导捶得糯叽叽，你不心疼，我心疼。怎么办呀？这一期又表现得这么善解人意。播出之后又会有一大批人爱上我，但我真的求求了，不要再给我发私信了。我现在事业上升期，没有时间驾驭你们，牛仔很忙的。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稍微有点缺氧了，太刺激了！今年确实是我没想到，我居然一上来就挑战大魔王。我本来还以为我会是大魔王。没事啊，能跟咱们珠心算神童打一场，我也算是走起来了嘛。确实啊，我今年有很多新的尝试。过年的时候，我还登上了山东春晚。你们的反应特别好。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，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回去贴脸开大的，结果播出来都说我被招安了。平常吐槽这不好那不好，一回去谁不说俺家乡好？上春晚我家里特别重视，我爸说这是荣誉，必须去。
去之前给我下了死命令，啊，不许说山东不好。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山东不好，我一直说的是咱家不好。我爸说哦，那行，但还是不放心啊，非要跟我一起去，带我爸妈一块儿去的。一到后台，我爸就开始到处搜索，到处社交，给人家发烟。节目组也很照顾我啊，为了给我面子，我上之前让全场大喊了10几遍“唐香玉，唐香玉，唐香玉”。啊，不用，啊，就这么尴尬。一个搬道具的大叔从旁边走过去，说：“谁是唐香玉？”他还不来呢。我说：“刚刚是谁给你发的烟呀？”他说：“啊，那个老头就是唐香玉啊。”一句话差点把我噎死，我更紧张了。我一上台就开始打嗝，平均3句打1个。观众说讲的啥没记住，节奏是真好啊。录完我就直接回老家过年了。村长听说我回来了，来我家想要一些签名照。谁会随身带着签名照？我。但我在路上就已经发完了。年底照相馆也不开，去打印店印了一些纸的。跟寻人启事一样，我何止走起来了，我都走丢了。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，还记得吧？啊，一度成为了我的舒适区。今年讲不了了，没有人催了。我的家人们对我异常尊重，尊重的像家人一样。尊重到毫无素材，我都得引导。我大娘问我啊20几了，我说31了。她说啊31了，我心想快说我，快说我。她说31，好。我说好在哪儿？他说好像要吃饭了，就死活不往下说了，小嘴巴就这么闭起来了。好不容易有人提到了婚姻问题，我赶紧打开备忘录开始记。我三姨疯狂使眼色，别说这个，别说这个，他嫌你。就好像我打开的不是备忘录，是生死簿。我现在不光克夫也克亲戚了。可怜我三姨，一个开朗的媒婆，变成了回避型人格。一上午一无所获，这可咋整？家庭事业我还平衡不了了，家庭平静了，事业瓶颈了。我悄悄问我爸，我说怎么今年大家说话都不难听了？我爸说，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谁说话最难听了。很多亲戚他是刷短视频看的我，短视频剪得稀碎，有些连梗都剪掉了，只留着我骂人的部分。所以有些亲戚他不知道我是在说脱口秀，单纯以为我疯了。我也没想到我一发疯，大家都正常了。吃饭之前，我大爷就我们家族现在权力最高的人，亲自过来问我：“你上哪一桌？”当天有2桌嘛，男人一桌，女人小孩一桌啊。说你随便挑，菜都是一样的。一样的，我咋这么不相信呢？我去看了一下，哎，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了，但还是让我发现了一个纰漏，就是女的这一桌少了一盘蚂蚱。蚂蚱在冬天可是很稀罕的东西啊，唯一的野生动物。凭什么我们没有？哦，说是怕我们不敢吃。
是哦，你说蚂蚱多吓人呀！买回来我亲手烫死的，翅膀我大娘剪的，这是我妈亲手炸的，好可怕呀！我们只敢做，不敢吃啊！所有人面面相觑，他好像是真疯了啊！我们这桌也有劝我的，说那是人老爷们下酒的，你抢啥呀？别耽误人家喝酒，喝酒着什么急呢？耽误啥呀？耽误我们洗碗吗？最后说不行，我上他们那一桌吧。我说也可以，但你们不要抽烟，不要提想当年。也不要把酒洒在菜里面。他们说，还是把蚂蚱给你吧。所以今年呢也没啥啊，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是吃上了蚂蚱。但我已经很满足了，别人有的我们也得有，蚂蚱再小也是肉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还是脱口秀的舞台好啊！我也不敢演线下剧了，现在。那张照片不会突然出现吧？特别压力特别大，最近因为一直在比赛嘛，我确实还是压力挺大的。我就去刷我上一季的高光时刻，解压，压力更大了。因为有一条视频点赞特别高，但热评第一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是有人放了一张我的丑照。没有比杨哥那张好多少。说他其实长这样，好多人帮我说话怼他，那咋了？关你啥事啊？人好笑不就行了吗？好像没有安慰到我什么呀。但我好好打扮一下吧，也有人不满意，说忘本了，好看了不好笑了。咋了？是粉底把笑点盖住了吗？他说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业务能力，不然你再打扮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美女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未尝不可呀。这有啥不满足的呢？以后再说我先叫我小美女唐湘玉，你个小美女。没有，我没有这么洒脱。谁能保证可以一直好笑呢？我肯定会越来越美的呀。我觉得不行，得找找别的出路了。我就想办法去报名了今年的浪姐。啥呀？我又没去。啥呀？去面试了面得非常好，表演了一段唱跳，导演说我太好笑了，又问我还有什么优势，我说我愿意照顾别人，情绪稳定，情商高。侯佩岑你们知道吧？难分伯仲啊。当时气氛也特别好，我出来他们还在笑，我就知道稳了，炸场了吗？这不是？开开心心回来等通知，为了这个我一场演出都没有接，专心准备出舞台。准备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，我和南瓜的定情曲。这是我的暖宝宝，不是卫生巾啊。是卫生巾又怎么样？拿在手里了南瓜不要担心我，我能挺住，就漂洋过海来看你。南瓜当时还说呢，说最近咋没见到你呀？我心想你以后更见不到我了，我要去浪了，漂洋过海来看我吧。相当膨胀，甚至爱奇艺咱们节目第2季，人来问我的时候，我还说那个先等一等吧，我最近喜欢吃芒果。猕猴桃再说吧。
直到有一天，我刷到了一个营销号，我有点坐不住了。他说唐湘玉已经和浪姐第6季签了1轮游合同。谁会签这种合同？底下3条评论：啥时候播呀？还有谁呀？以及唐湘玉凭什么1轮游？我用小号发的。哇，这也太瞧不起人了！我必须得争口气。我花了4000块钱，专门请了一个舞蹈老师，好好学了一段，把视频发到网上。网友的评论很抽象，说我跳舞有口音。跳舞怎么有口音啊？俺是山东的，山东淄博的。说我的那个魏舞跳出了山东人的铮铮铁骨。当然了，也有夸我多才多艺的，问我什么时候学的手语。我不语，只一位魏舞。老师说，你找一面墙，用胸腹胯依次去顶它，你就学会了。我做了几个，怎么说呢？快爬上去了。不是魏舞，是壁虎。你说这可怎么办呀？肯定选不上了。老师说选上了可怎么办呀？不会还找我吧？啊？你这边笑的也太过分了，纯嘲笑呀！啊！我只能安慰自己啊，我说哎，就算咱这方面确实是有不足，但万一呢？万一人家就是需要一个废物。成长线才好看嘛，那谁想看那种上来就唱得好跳得好的呀？你想看吗？啊，小点声吧，小点声吧啊！啊，别再说话了啊！一直忐忑的等到了大年初8，我刷到了路透，人家已经开始录了，都快1公了，我还在村里吃席呢。1轮游不是得去吗？但我的判断也不是完全错的，至少佩岑姐选上了。心里很失落的还是就好想被人坚定的选择呀。我想了想，我很少被坚定的选择。我大学的时候去找兼职，有一个做礼仪的活儿，我很好心，我还叫上我2个舍友一起去。那个中介看了看我们仨，跟我说他俩留下，你可以先回去了。我舍友都懵了，怎么你也是中介呀？啊？我想起小学的时候选秧歌队，选上了的站前边扭正经的，选不上的也不是不正经啊，就跟在后边搞气氛，演师徒4人、虾兵蟹将啥的。我是最棒的，我演1个棒，就是花甲，就嘎啦嘎啦嘎啦啊嘎啦啊，那秧歌让我扭的真鲜呀，都有点下酒了。都是一些没有选上的一些很丢脸的回忆，但是我使劲往下想，我又想起了后面的故事。那个礼仪的活，最后我没走，我争取留下当了观众，给人鼓掌，还挣了50块钱。那个让我演嘎了啊，我也好好演了，我背着壳扭1晚上，我都累瘫了。大家说快看那个嘎了，好像快嘎了。选不上是很丢脸，但脸又算什么呢？你捡起来继续冲就是了。所以我赶紧联系了爱奇艺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还是猕猴桃有营养啊！因为泰戈尔也说过，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，那么你也将错过《喜剧之王》单口季。多好呀，至少游到第2轮了。我就是这样，有一点希望我都不会放弃，我就是要挣扎，风浪再大我也要威武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又来录节目了，非常开心。更开心的是，我前段时间去演出，有人在我演完之后表白了。不是跟我啊。你怎么还松了一口气啊？
就是我上场前有个男观众来问能不能加一下这个环节，他有个喜欢的人，我说我都行，但你得想好，我的内容可能不利于表白。我有点冒犯，就多少会吐槽一下男生嘛。他说没事儿，他不一样。他说完这句话，我就知道他一样。那天我刚讲完，他就窜上来了，让全场给到掌声和尖叫。那个架势都不是 carry 全场，是 marry 全场。把女孩也叫上来了，但人家还没说愿不愿意呢，就有人起哄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当时场面就僵住了。我讲了1个多小时，还不如这一句冒犯呢。我看女孩特别尴尬，我又看男孩下不来台，他就不下台。情急之下，我说那要不你亲我一个，不就是多一张嘴的事儿吗？就当我大义灭亲了。不行就亲那个起哄的，他肯定愿意呀。我看他快惨死了。对吧？跟谁过不是过呀？哎呀，磕死我啦！我已经5年没有亲过嘴了，说出来又如何？谢谢你的同情。谢我一个。全是同情分啊，今天很感谢。但这一段播出之后啊，我不希望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可以亲我啥的，也不要发你的嘴。我要的不是这个，也不要发别的啊。说不清了，说不清了，就是不用同情我，我也谈过恋爱的，有喜欢的我也会追。但是我追上了，我又想超过他，很容易就超过了。研2的暑假，我前男友说他要去学车，没时间陪我了。我说那我也一块去学呗。他说你不行，你没有方向感，你不用学，以后老公拉着你。啊，谁还会用拉这个词？好 low 呀！你学的是拖拉机吗？以后是啥时候你科目2挂2次了？以后在这个驾校里拉着我吗？你许我朝朝暮暮，我陪你陡坡起步。到科目3更不得了了，晚上打电话就是给我讲发动机、仪表盘。那段时间我舍友都以为我谈了个飞行员。我本来我就严重的晕车，听不了这些，听都很想吐，可把我前男友担心坏了，担心我以后吐他车上，说以后坐他的车我得空腹。我就知道跟着他得饿肚子啊！我可饿不了啊！开学回去我就偷偷报了驾校。哎，我惊喜的发现啊，开车是不晕的，那刹车油门你自己掌握你就不晕了。10码的推背感，是一种空前的成就感，太快乐了！快用 vivo S30给我拍下来，快乐你就 vivo Live。我做到了，我的人生不再设限了。教练说你压线了。哎，这手机是好啊，都抓拍到了，还能把我拍得这么好看，真的太努力了。为了比我前男友早考出来，那学期的选修课我都不上了，赢才是我的必修课。我啪甩出驾照的那一刻，他当时瞳孔都扩散了。啊，超过我了！我说嗨，一脚油的事儿。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。别人谈恋爱是宝宝，我要跟你幸福，我是宝宝，你服还是不服？其实他对我呢，咱们说也算是真不错啊。平常出去约会啊，他都说你啥都不用管，老公安排。安排就是骑电瓶车拉着我去吃个鸡公煲。为啥骑电瓶车呢？因为他科目3也挂了。我说那要不我来骑吧，前面有挡风，还能暖和一点。他说你不行，你没有方向感。啊，我都有驾照了，我没有方向感。
是，我是没有方向感，你这个车都没有方向盘啊。那啥时候会让我骑呢？就是他出去喝酒，跟兄弟们就是喝大了的时候，我去代驾。去2次就不太想去了，每次都喝到后半夜聊一宿，一个梗都没有。我就会忍不住接梗，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开放麦模型。我一接就炸，哐哐炸场，一顿饭下来我专场都有了。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啊！但回来路上，前男友很不高兴了，连我的腰都不搂了，倔强地撑着车架子。他说：“你乖乖的坐着听不行吗？那是你的场合吗？拍你好几下了，让你少说话。”我说：“你早说呀！我寻思我讲得好，你给我拍灯呢。”这才是拍灯啊！很快我就提分手了，他很难过，说从外形啊各种表现来看，满分10分，他朋友们给我打了5分，但他依然很爱我。我说你要真的很爱我，你就不会跟我说这个，因为我朋友们给你打了不及格，我都没好意思跟你说。我也是真不错，随便一表现就得了5分，怪不得后来我的专场在豆瓣9.5分。说出来太爽了。这些年吧，男人没留下，留下了一身本事，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感谢信吧。最近又想长本事了。正好有一个恋综联系我，但同时也想联系我的前男友，是那种在前任上的恋综，前任看着我谈恋爱，这也太刺激了。我想去，好久没骑电瓶车了，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邀请函吧。你在看吗？想火吗？驾照考出来了吗？啊，虽然做不成情侣，咱们做同事也可以啊。姐拉着你，到时候你也是啥也不用管，你就乖乖的，你少说话就行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唐香玉。之前参加了脱口秀节目，当时我还是我们村里第1位女硕士。节目播出之后，现在是村里第1位女艺人。我们家族连夜修改了家谱。以前给我写的就是唐氏4子长女，连个名字都没有。现在给我改成唐氏4子长女相遇（括号上过脱口秀节目）。还说以后我每上一个节目就再给我加一个括号。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，将来很可能给我单独建一个祠堂。去相亲也有优势了，人家说我有车，我有房。我说我有个祠堂，家里还是在催我找对象。今年的形势更加严峻，连我弟都快结婚了。我爸愁坏了，他说你到底结不结？你不结，你弟还得结。我说他又不是跟我结，这都得赔一个吗？我现在还不想结，我妈说我知道你不想结，但你先结。问题是我跟谁结？他急了，你先别管跟谁结，你先结。我已经听不懂了，都说现在婚姻自由，没想到这么自由哈！这玩意儿都能预售了吗？到时候去民政局登记，人问我男方呢，我说你先别管，你先下单。30个工作日肯定发货。家里很怕我将来没有人要，从小就给我预设了一个婆家。4、5岁的时候就跟我说，你不叠被子，以后婆家笑话；不会包饺子，婆家笑话；
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婆家好像不是啥好地方。我从幼儿园就开始恐婚了。那时候你要跟我说狼来了，我一点都不害怕。你要是说婆婆来了啊，那我就想从学校里逃学也得回家叠被子，一边叠被子一边包饺子。不光父母催啊，亲戚们也来操心。有个大娘，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忘了，却还记得我的年龄。30了哈，可留不得了，我吓一跳，是要除掉我吗？他说再不找，就真的没有人要了。我说那你就除掉我吧。还有人来提醒我，你弟的媳妇儿将来进了门，以后你就是外人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只知道嫁出去了是外人，怎么嫁不出去也是外人？我到底是哪里人？啊，里外不是人。他们的意思是家里的房子要给我弟，以后我回去可能都没有自己的房间了。我弟一听就急了，凭什么呀？不是说给我买个新房子吗？他们把这个矛头转向了我表妹。你姐姐已经魔怔了，你要是不赶紧成家，以后就跟她一样，到处漂泊，没有人管。我表妹都要哭了，还有这种好事啊？这俩她当场发誓要成为村里第2位女硕士。啊，生育率没帮上忙，升学率我带起来了。我说表妹，你千万别害怕，没有家不要紧，咱还有个祠堂呢。你也别叫我表姐了，叫我堂姐。我不是不想结婚，只是还没遇到合适的。就像现在，我也没想出合适的结尾。但我决定听我妈的，不管了，我先结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唐玉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唐香玉。啊，这一轮是挑战赛，我特别害怕。朋友给我想办法，说你那到时候你就放狠话，谁敢挑战你，你就嫁给他。我说那不都得站起来呀？我还不知道他们爱江山更爱美人。我想好了，我也不紧张了，反正今天要么晋级，要么办婚礼。肯定都是喜事儿。大喜的日子里，咱们聊一聊父母。哇，好顺呀！我经常在段子里吐槽父母，我也问过，你们会介意吗？我爸妈很实在啊，说家里也没啥能给你的，就给你点素材吧。吐槽归吐槽，孝心还是有的。我把这些素材写成段子，变了现，就给他们买点东西。我们已经有默契了。去年我给家里买了一个高档按摩椅，我妈妈吓坏了，你又把我骂成啥样了啊？用了几天之后，我爸说这个椅子哪儿都好，就是总感觉在戳他的脊梁骨。去相亲经常遇到很孝顺的人，说希望我能把他的父母当成我自己的父母。我说你确定吗？你父母的脊梁骨受得了吗？家里也不图我什么，这些年对我就2个心愿：一，考个公务员；二，找个公务员。排名不分先后。但我至今都没有做到。我爸爸的眼睛里现在已经没有光了。他说走在路上都感觉人家在笑话他。我很想知道这个人家到底是谁家，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肯放过我爸爸？其实，在我们村里啊，最大的不孝就像我这样，30了没有稳定的工作，也不找对象。我现在回去都不敢多逗留，往村口一站，那就是顶流，就是舆论的漩涡。什么单身狗已经是好听的了，
据说我现在已经离过2次婚了。更离谱的是，因为我跟黑灯关系好，说我跟一个盲人在一起了，眼神不好才看上我。黑灯下的火速澄清，我没有看上你，我都没有看见你。我妈说不行，得回来，得亲自打破这些谣言。我就回老家跟着吃了一个席。哇，那个席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审判我，那都不能叫开席，那叫开庭啊。他们那个眼神啊，就是你怎么敢的呀？你怎么敢活得这么爽？有个大爷话都说不利索了，还要坚持当审判长。他说我现在20、30潇洒，40、50肯定后悔，70、80老了瘫了没人管，几句话概括了我一生呀。我说大爷，你保重身体吧，等我到了70、80，你来管我。他说我哪能管那么远？我说但你管得宽呀。回村没有治好我的精神内耗，治好了乡亲们的精神内耗。以前大家说我学习好，现在说学习好有什么用啊？以前说我考出去的，现在说考出去也嫁不出去。这还是村民吗？这不是预言家吗？那个席上大家对我的评价就分成了2派啊，一派叫读书读傻了，另一派叫读书读野了。别人是又蠢又愚，我是又傻又野，怎么听都不像好话呀。那还好没读博士，要不然就是傻野博士。我说我做不到，让大家都认可我。他们说那你是怎么做到让大家都不认可你的？这时我妈坐不住了，偷偷怼了我好几下，说你赶紧闭嘴吧，我还要在这个村里混呢。就开始道歉，说我不懂事儿，非常好。别人说我的时候，他唯唯诺诺；我说别人的时候，他重拳出击。我妈就赶紧转移话题，让大家都给我介绍对象，生辰八字都准备好了。这个席突然变成了我的订婚宴，我又被包围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，我只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不是黑灯啊。我就给他们看了王嘉尔的照片，我3姨眼睛一下就亮了，说：“哎呦，这么帅啊，这小伙子哈，这不是王嘉尔吗？”他眼神也不好了。星星，你眼神最好。我知道大家都是关心我，想让我早点遇到那个对的人嘛。我也希望这个人你赶紧出现吧，要不然等我火了，咱俩就对不上了。好，下来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哇，这2年确实有一种红了的错觉，感觉好多人认识我啊。直到我前段时间去演我的主打秀，在剧场门口碰到一个黄牛，问我要不要票。我心想这也太猖狂了，你卖不出去不能还给我吧？那天我没人接，我还进不去。黄牛说我带你进去。我说啥呀？我要进去表演。他说那得加钱。也不能怪他认不出啊，我那个门票是一个背影。但另一次就过分了，有个大哥在卖我的周边，印着我照片的。我特意走过去，我说这是谁呀？他说金镶玉。来一个吧，这镶玉。来不了，咱俩不该相遇。我们县城有个自媒体啊，也经常喜欢发我，发就发吧，那标题写的啥？唐湘玉卑微到泥土里，开出花。这句话原版是张爱玲的，卑微到尘埃里，怎么到我这儿入土了？我这么土吗？点进去有很多虚假信息，说我特别厉害，不光会脱口秀，还开了一家美容院，一家虫草店，把我写得太好，我都舍不得举报。关键真的有人会相信啊！已经有亲戚找我办美容卡了，我说卡是真没有，虫草你等我一下，我卑微到泥土里挖。说到土啊，就不得不提我这个口音了。
我以前也知道我有点口音，但我一直以为我的口音是京片子。我在北京待了9年，我普通话就是在北京学的，所以我一直以为我是京片子。当年我在那个电视上听到广智和智胜的口音，我说句冒犯的，真的被土到了，土得我直接大喊：山东人说话不是这个样，是不是黄子韬老师？是。结果去年我的节目播出，好多人说我学他俩，土就算了，还是学的，我都没法澄清，我总不能说不是学的，我本来就很土。其实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洋气的人，我就是一农村孩子。长得也不洋气，尤其是这颗痣。总有人评论让我去点痣，好意的我都心领了，我去医院看过，他没事儿。但有那种特别强硬的，把痣点了，就好像这个痣是我偷来的，给我交出来。你说话这么管用，你不应该浪费在我身上啊！你应该去高铁站把烟掐了，去美国把枪放下。去你的吧，把嘴闭上。还有人劝我说：“哎，点掉了一定是大美女。”什么意思？我现在是太美女。那幸好没看到这一刻，不然我就是全美女。你说为什么要关心别人的痣？是也开了一家美容院吗？如果非让我点啊，我可以把我名字里的点了，把玉点成王。都希望今年产生一个女王，不会是我糖香王吧？糖香王八怎么这么奇怪呀？说王不说八。反正说啥的都有，还把那种看面相的招来了。有的说有福，有的说克夫，我都行，都有用，真的有用。我表弟和我弟妹是那种多年的异地恋，特别不容易，定了去年结婚，结果去年都说是寡妇年，不能结婚。有听过这个说法的吗？有。我看什么封建糟粕都没见过啊。其实就按农历来说呢，去年没有立春，成为寡年，寡组词寡妇，就成了寡妇年，多么匮乏的词汇量呀！你组词寡人、寡王都行，不组词都行。如果因为一个字音就不能结婚，那我还说去年不能开车，容易剐蹭，很荒谬啊！但表弟他们就很焦虑嘛，因为这个事儿。我说没事儿，你俩放心的结。这个寡妇我来当，我可以当。看到这个痣了没？这就是寡妇的标志。我表弟感动坏了，说：“姐，那你牺牲太大了。”我说：“不是你姐牺牲大，是你姐夫牺牲大。你姐夫直接牺牲了。”所以这不是也有用吗？我就没动他。让我点痣的呢，我都拒绝了，说我装能割双眼皮，但不点痣。这话说的，我还能割，但不善舞呢。我割双眼皮是因为我想割双眼皮，同样的，我点痣只能是因为我想点痣，我也不知道我在染什么，可能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吧。但拒绝了别人，我又会很内耗，你说会不会伤了人家的心呀？不喜欢我了。我朋友说：“你看，又卑微到泥土里了。”我说：“没办法，我就这么走过来的呀，这是我来时的土路。有土才能开花嘛啊！但我还是要谢谢那些让我点痣的朋友们。我知道是想让我变得更好，但我改变了这一个，肯定还会有别的。我觉得太累了，我还是打算做知己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好美啊！好美，好美。我
好美是吗？那你养我呀？啊，怎么场子突然变得这么的有点悲伤啊？没有关系，我这一篇是纯骂人，没有任何意义啊！大家好，我叫唐香玉，我平时的工作除了说脱口秀，也做短视频。短视频呢，经常会遇到一些争议。最严重的一次是我吐槽了宝宝碗。宝宝碗在网上还挺火的，大家知道吧？知道。啊，就是有一些情侣吃饭，俩人点一碗，男朋友拿个小碗给女朋友分出一口，有的还炫耀，说没有被偏爱过的女生不会懂，谁没有男朋友做的宝宝碗，谁就是没人疼。啊，这太好笑了。我就发视频吐槽了这个事儿。谈个恋爱的还吃不上饭了呢，结果在网上被骂了整整2天，说我见不得别人幸福，缺爱，心理变态。更离谱的是骂我寡妇，长得克夫。我说我咋找不到老公呢？哦，已经被我克死了呀！还艾特男朋友来骂，骂贼难听。我说你再骂，我就克你了。我不光克我自己的夫，我还克别人的夫，我人尽克夫。再加上营销号的各种搬运啊，这个事就闹大了。当天微博热搜迅速冲到第8，力压马斯克。老外我照样克。啊，来的都是克。热度越来越高，删了也没有用，删了又跑到我其他视频里去骂，株连9个视频。就在我实在受不了，准备要退网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点啊！转折点来了啊！我的偶像王嘉尔官宣了国内巡回演唱会，咔咔几个热搜，直接把我顶下来了。我当时就反应过来了，我根本不是没人疼。没有被偏爱过的人不会懂。听出来了吗？我已经疯了，跟人家有啥关系呢？但一个普通人热搜上挂一天，就很难不疯啊。我啥也不敢发了，这个活风险太大了。我突然觉得吃男人给的饭也没啥不好的，我也找个人养我吧。谁找不到呢？我连夜注册了一堆社交软件，专门匹配厉害的。啊，最起码得是男硕士，全日制的啊。我的最爱，筛选出很多，有联合国什么项目的大使，福布斯青年领袖，还有探险家。哇，探险家！上一次看到这个 title 还是哥伦布。我很俏皮的给他发了个语音，我说最近有没有发现新大陆？他说他喜欢玲娜贝尔，不喜欢星黛露。这样的口音条件，我俩还聊了3天。第3天，他就想来我家探险，我都不知道我家有危险。我说那你能不能救救我？我把热搜发给他，他说对不起，打扰了，你别挂我可以吗？只有一个弟弟没有退缩啊，还得是年轻人啊。他是一个00后，比我小7岁。啊，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坏。弟弟虽然年纪不大，但特别 man， 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男子汉。我很喜欢管着我啊，跟我说话都是你给我好好休息，你给我好好吃饭，这也太霸道了。马斯克见了也得叫声总裁啊。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：“你给我买双鞋吧。”我说：“那我还是给你好好吃饭吧。”还特别喜欢说：“我带你去啊，带我去迪士尼。”但攻略我做的，票我买的，这个带体现在哪里呢？是带我坐了地铁吗？我会坐地铁呀，要不是你，我都打车了。
甚至我朋友圈发过的旅游的照片，他转发给我说下次带你去。你们可能我发了是我去过了，我又不是偷的别人的朋友圈。行，那你带就带吧，我看你怎么带。哦，全程就给我买了1瓶水。哦，原来是小额贷啊。没有这瓶水我就渴死了呢。我说你可别再带我了，我现在都害怕，将来你走的那一天，会不会也要带我一起走？他说这就是一种说法啊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他面前，我可以永远做一个小女孩。这也太宠了吧！但现在这个小女孩要自己养小女孩，还要养你这个小男孩，好像比我当独立女性的时候还要独立啊，甚至有点为母则刚了。怎么人家找对象有颜有钱，我找对象儿女双全？他说这就是问题的所在，你发现了没有？就说我这个人嘛，性格太强势了，啊，说在我眼里看不到对他的崇拜感，男人都需要崇拜感。我说你花我的钱，我还要崇拜你，我咋不祭拜你呢？小小年纪咋爹味这么重呢？我上网还查了啊，说这种叫爹系男友，这个名字一听就有伦理问题。我这是真的，我这个还存在赡养关系。不上班我赡养你啊！啊，终于扣题了。网上对爹系男友的评价还挺高，说是遇到这种男生会很幸福，会把女朋友宠成宝宝。我一看宝宝，那不行，那我的碗岂不成了宝宝碗？我这不是背叛了我自己吗？所以最后我说，要不咱俩还是算了吧，不是我不孝顺，实在是忠孝不能两全呀。好，大家谢谢，祝你们开心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唐香玉，今年30岁，单身，至今未婚。我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，为啥对这个事儿这么大情绪呢？因为我有一个很厉害的三姨，一直盯着我的婚姻问题。我三姨什么人呢？知名媒人，乡村丘比特。在我们当地说媒几十年，所到之处狗都没有落单的。巅峰时期，给村里的老赖都说上了媳妇儿，简直是功德无了。但我一直不找对象，很影响三姨的口碑，所以他现在是个男的都先介绍给他外甥女，不管有啥毛病。太厉害了，我觉得他已经不能称之为媒人。他是猎人，狩猎范围相当广，既能给我联系到上海外企的白领，又能给我找镇上二婚养牛的。养牛挺好，二婚也可以，主要我小时候被牛顶过，受过伤。他又长得咋说呢，跟牛魔王一模一样，长得太敬业。三姨劝我了，说你别挑长相，人条件不差。我说那是啊，将来带出去，谁不说一句你对象是真牛？他说你管这些干啥？你要是跟了他，没别的，光牛肉都吃不完。我说就没别的了，你还是说点别的吧，我没有那么爱吃牛肉呀。三姨说那毛肚吃不吃？牛大哥其实人不错。聊了不到半个月，我就学会了养牛。我打听了一下，他老婆跟他离婚之后自己干也养牛，也就是说，跟他有过情感纠葛的女人，都闯进了畜牧业。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说比起婚姻，你可能更适合干培训，授人以牛也很牛。跟他比起来，白领哥的花样就多一些。我俩都在上海嘛。他一直说想约个饭，但迟迟定不下吃饭的地点。我寻思是不是怕花钱呀？那我来定也行。他说绝无此意，只想找一个能看到东方明珠的饭店。外企是讲究用东方明珠下饭。然后我们俩去了东方明珠旁边的海底捞，完全看不到东方明珠。吃着吃着，他突然说要对他父母好，他父母都没吃过海底捞。这孝心也太突然了。
旁边的服务员都不敢动了。完了，我也没有服务过我的父母，当时就要买火车票回老家给父母洗脚，做美甲。我也不知道说啥，我说那咋办？那让你父母来一起吃。他说父母都在老家呢，没有来过上海，越说越伤心。最后发誓一定要带父母看一次东方明珠。眼看要哭了，我赶紧安慰他，我说这个事儿也不能怪你，主要责任在东方明珠。他在上海这么多年了，都没想过让你父母来看看。长个大高个子，一点人事儿不干啊！当天晚上就把我拉黑了，把三姨也拉黑了。三姨气坏了，说人这是孝顺，你挑啥？我说跟他在一块儿，我觉得我不孝顺。他爸妈没看过东方明珠，我爸妈还没坐过航空母舰呢，这去哪说理去？太伤人了。好不容易有一个男人愿意把心掏给我，居然是孝心。我也想跟三姨好好说话，像从前那样，但现在2句话就能扯到这些事儿上。前2天给我打电话聊起来，说一起跳广场舞的认识了一个姨，脾气好，人也勤快，要是能给我当婆婆就好了。我想问那个姨做错了什么？那个姨甚至都没有儿子呀，就要给我当婆婆了，这是什么模式？消失的她。老公已经这么没用了吗？哦，人问我你老公呢？我说还没出生呢。太独立了，咱们独立女性就找独立婆家。好像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找个好婆家，从小就这样。结婚真的太重要，有什么好东西也要留到结婚。我们家有一床蚕丝被，距今已经有13年的历史。我说我这辈子没盖过这么好的被子，能不能盖一下子？说行，结婚时候给你。现在不行。我不得不去查了蚕丝被的使用禁忌，是不是未婚盖了不吉利？什么蚕这么厉害？哦，脑残啊！我讲这些也有人问我三姨会不会生气。其实我在我短视频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她就是不往心里去，就是不跟我断绝关系。我今天借这个机会也想跟三姨说，为了你的事业，我真的尽力了。但我也要搞事业，我知道你也是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嘛，但你还记得吗？我会养牛，我能把牛养好，也能把自己养好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